团长，哎，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？对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吗？团长，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抽烟，您小心点，让他们发现俺就惨了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给忘了。根据敌人的部署，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。那么城南和城北呢，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，挺进支队主要负责城东，城西交给救国军。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好，去吧。刚刚收到的情报，今天山下聪开会说，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，要求顾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。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，决定死守顾城，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，城门也封锁了。好啊，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。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。敌人白天开会，晚上就收到情报了。哎，我能看见吗？不会有假吧？好啊。哎，我来递给陈团长。哎，着了！钟秘书，什么意思啊？刘司令让我看的，你怎么给烧了？哎，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，恕不能展示。陈团长，不要责怪钟秘书，是我刚才不够谨慎。还是不信任咱们了。既然是联合作战，干嘛还藏着掖着呀？这让我们怎么安心作战？就是，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，有本事自己打去啊！这是早就有约定的，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。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，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这城防的布置上面，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，把我们安排在城西，为什么不是城东？哎，你看啊，我兵力雄厚，武器好，弹药足，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，怎么？以为我拿不下来？还有，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，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。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，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！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撤了。哎，孙司令，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，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。没错，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。没问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？刘总指挥啊，你看，想打硬仗，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。刘指挥，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。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，往哪儿走都行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，彭参谋长，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。白松富支队长，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。希望我们齐心协力，拿下顾城。是。兄弟们，爬起来！到晚了，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。在城东和城南，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，一定要组织佯攻。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，也可以，有没有站得更好？哎呀，你看这样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也明白了，总指挥。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。好。
进攻打响之前，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。是，去吧。哎，庄秘书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总指挥啊，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。就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。总指挥啊，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。你想想，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，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，这很可疑呀。庄秘书，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，不用再讲了。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，回来向我报告啊。总指挥，这个是庄秘书，我还是你的长官吗？你当然是总指挥嘛。好，好，好。刘副支队长，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，我们可以转移了。那这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。部队出发！驾！司令，刘百松的队伍都撤了，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，我才回来的。哦，立即发报。報告します。トリプル A の変点が来ました。今すぐ地方、部隊に戦士を守れ。この張志平にキビタウンの家族たちを連れて行け。彼は家族と今度一緒に行動しろ。続けに家族と張志平に見張ってることを伝えて。はい。李贤。哎，周老师，你看没看周书记？周书记他在这儿呢。啊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周书记，我想找你说几句话，周书记。好好好啊，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。哎，争取在战士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。周书记，你放心吧，俺挑的都是能跑的、能背的大老脸。好，哎，子峰，咱们那边去。哎，好嘞，周书记，你看哈，孙子曰啊，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，他不能不懂。他想逃跑，这肯定是个上策。他跑就是往宜州跑，咱挺进支队啊，在那死死的守着他。山下聪啊，现在想坚守，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。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，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，是吧？不怕牺牲，不怕伤亡，啃硬骨头，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。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这肯定有鬼啊！我把这个思路、这个想法，我跟刘祖光全说了，他不听我的意见，把我赶出来了。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，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，就不尊重上级，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，你不能直呼刘祖光，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。是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？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？你猜能说服谁呀？啊？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？再说了，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，那是有情报支持的。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？周书记，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？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？行，我今天啊，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，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。我问你，那孙玉林、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，有证据吗？证据没有，但是你事出反常，他必有鬼呀！没有证据，你摆不到桌面上。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在桌面上呢？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？我再问你，
单凭挺进支队，能打下顾城吗？那不行。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。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，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，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。当然了，为此呢，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，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。不是，他既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，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？我不明白这个事儿。张秘书，你做秘书的，尤其需要学会闭嘴。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家丁。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？我听见了，但是我……好，周书记，我不说了，我听您说。放走山下聪，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。如果孙玉林退出，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。就算你说的对，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，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2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。一种呢，就是你说的，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；另一种，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，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，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。哎，周秘书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要是总指挥，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？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？周书记，你看啊，你这么一讲，我明白了。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，但是你不说。不仅仅是我，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，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。哎呀，我浅薄了，我浅薄了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啊有2种聪明，一种呢是小聪明，看出了问题的实质，但是呢咄咄逼人，锋芒毕露，觉得自己是对的，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。另一种是大智慧，看出问题的实质，但是在没有证据、十足的把握，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，宁肯隐而不发，等待时机成熟。哎呀，周书记，您说的是太对了。你看，我又学习了。聪明人啊，不惜点拨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。是周书记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个杠头啊，是得配点汤，稀乎稀乎。我再问你啊，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，你会怎么办啊？不露声色。对了嘛，周书记，我就服你呀，周书记。总指挥，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发起进攻。计划没有调整，还是50整开始进攻。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。是。怎么回事？让我进去！走了！这就大王庄，这就大王庄，要怎么回事？那土匪都来大王庄了！你们不说带我动手吗？俺黑头打过来了！俺黑头带人打进大王庄了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我只有带人去了，给打死了。我夫人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！大王庄呢？让俺回去吧，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。走，乡亲们，都别乱，走，乡亲们，你们回来，别走啊，都回来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别跑，小心土匪有诈，都回来，听总指挥的。总指挥，看怎么着，你来下达命令。好。现在，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：攻打顾城的计划不变，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，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。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我有重要情况报告。讲。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，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，情况不对。
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，看见城门虚掩，冒险进城后，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，日本人和警卫团全跑了。什么？情况属实吗？属实，我确认故城已经没有了敌人，我敢拿人头做保。你胡说！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，敌人还在城内，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，把敌人放跑了。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，你们不要吵了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，都听命令。所有干部都听好了，具体任务分配如下：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，防止敌人反扑；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。是。5人一组，进村搜索。是。快！老爸没事吧？老伯，土匪呢？那海头给我留这条命，就是要我给你回个话的。土匪带着抓的盐回白池谷了，要拿5万箱的去输盐啊！老伯，土匪还抓谁走了？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伙的老爷太太，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，还有刘县长的太太。来，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。